布林肯十分想访华，他谈了3个条件啊，但中国一条都不答应。大家好，我是吕哲。最近多家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在未来几周访华。但是呢，白宫方面对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态度是比较暧昧模糊的，没有提到明确的日程安排，只是说明期待和中国恢复高级别的接触。你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布林肯访华这事儿是频繁炒作和出现，但是布林肯始终没能成型。在最近，中美官员也是相继进行了接触，包括中国商务部部长和美国商务部部长、美国贸易代表分别进行会晤，中国新任驻美大使和美国副国务卿纽兰会晤，外事部门的主任王毅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会晤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一波接一波的这个中美双方官员访华和接触，但唯独就没有布林肯的日程安排。而我们看到沙利文和布林肯，他本来就是竞争关系中方接触了沙利文而忽视了布林肯，也就削弱了布林肯在美国决策圈的影响力。无论他们内斗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和中国接触的大致目的其实是一样的。美国为什么要急着和中国接触，是要什么呢？其实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就切断了几乎所有层面的中美官方的接触，也可以说以为就这样的手段可以孤立中国。而从拜登上台之后呢，就认为只要美国施压，美国就能办成任何事儿，所以在任何可以对抗的地方都要去极限施压中国。阿拉斯加会晤那次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当时中方说出了中国人不吃你这一套，美国没资格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进行对话这样的话。中国这些罕见的外交措辞，当初还以为是因为美国外交官在发言无理是造成的，但是之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傅利民就透露了一些会晤的细节，说布林肯带队的这些外交代表一进场就撂下狠话，说什么？他们说我不喜欢你们，我在道德上鄙视你们，要是有办法遏制你们的发展，我们一定会付诸行动。话锋一转又说，但是现在有些事儿需要拜托你们帮一下忙。你说这个外交水平之低劣，让人叹为观止那你说谈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这也就是为什么布林肯一直被中方拒绝门外的最重要的原因。布林肯只是一个典型，也反映出美国精英层面的外交水平之低下。这种傲慢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产生很多失误，比如中国促进沙伊和解，中国参加乌克兰危机的斡旋，以及佩洛西窜台后中方的精准反制，这些都出乎美国的意料，所以他们急着和中方重新接触。第一要点就是想要摸一摸中国的底而第二个要点就是想要构建护栏。最近中美舰机发生了一些摩擦以往中美军事机制还是比较顺畅的时候呢，美国心里是有底有数的，每次来之前会知会一声解释我是无害通过给点面子，然后呢，就继续挑衅。但是现在中国不给他这个机会了，中美之间的这个军事沟通已经断了，所以说美国很害怕，因为自己去挑衅，增加这种风险存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军方一直请求重启对话的原因。那么第3点就是金融方面的危机，需要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来帮忙。美国已经通过了债务上限的法案，马上就有新一波的天量的这种债务国债发放，但是美国希望中国能替他们接盘金融方面中国能帮的太多了，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我们甚至还无法得知呢。但是这3点问题上，中国不可能再做出让步了。美国的谈判不会给你任何东西，还会索求很多东西。即使达成的承诺协议，很可能也会转脸就不作数，甚至推翻。所以和美国谈与不谈不太重要，因为中国一条都不会答应。好，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